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，但却跟你我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根本问题。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背后其实牵扯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，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现实。你先别急着转台，这不是什么玄学哦，而是两种非常严谨，而且都在真实世界中运作的知识体系。他们看待我们身体，还有我们所谓生病这件事的方式，可以说是天差地远。OK， 让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。当我问你什么是疾病，你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下，你的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？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一个外来的病毒或细菌，像个入侵者一样攻击你的细胞，对吧？或者你可能会想到身体某个零件坏掉了，像是心脏的瓣膜没办法关紧，或是一颗需要被手术切除的肿瘤，一个堵住的血管。这些想法其实都反映了一种我们从小到大，从教育、从媒体、从看医生的经验中习为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在学术上有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本体论疾病观。听起来很绕口，但其实概念非常直接。它就是把疾病看作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，一个实体，就像桌上这杯水或你手上这只手机一样，它是一个客观存在，可以被指认，可以被独立出来研究的物件。整个现代生物医学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。他相信疾病是个 it， 是一个可以被分离、命名、分类，然后最终被消灭或移除的对象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检测，目的就是为了抓到那个坏东西。我们来看个最经典的案例，梅毒。在现代医学里，梅毒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，它可以被检测出来，有特定的病原体叫做梅毒螺旋体。而且重点来了，我们发明了一个像魔法子弹一样的药物盘尼西林，可以直接命中这个目标，把它消灭掉。你看，这整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，找到那个坏东西，用一个专门的武器干掉它。这就是把疾病当成一个物体来处理的思维模式的核心。这个武器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太需要管这个病人是高矮胖瘦、心情好不好、住在哪里。理论上，它对那个坏东西都有效，因为它攻击的是那个独立的物体，而不是这个人。OK， 到目前为止听起来都很合理，对吧？这套系统也确实非常强大，解决了人类无数的问题，大大延长了我们的寿命。但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只是看待现实的其中一种方式呢？如果疾病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分离出来的东西，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呢？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颠覆三观，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一个平行的世界，一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。好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要直接对比两种看待疾病的核心差异。一边是我们熟悉的可以被当成目标的物体，另一边则是中医系统里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模式或组态，它的专有名词叫做症候。好，我们直接看这张对比图。左边现代生物医学，它的任务是识别并锁定一个可以被分离出来的本体论上的疾病，也就是那个坏东西。而右边传统中医在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，它的任务是去分辨跟调理一个动态的失衡的模式，一个是找东西，一个是看模式。这两个动词的差别，真的就是两个世界的差别。一个是狩猎，目标明确；另一个更像是解读一幅复杂的画，或是听一首交响乐，你要去感受它整体的和谐与否。那到底什么是症候？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模式。你看这个定义，症候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症状和身体迹象，比如舌象、脉象等等所构成的独特组态。它反映的是病患在特定时刻下的特定失衡状态。这里有两个关键字，我希望你记下来：构成和特定。这代表症候不是一个本来就存在那里，等着医生去发现的东西。不是的，它是在医生看诊的那个当下，透过观察、收集各种资讯，然后像拼图一样拼凑或构成出来的。这跟西医去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病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一个是构成，一个是发现，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
我们来拆解一下症候这个概念的特性。首先，它不是像病毒那样的抽象实体，你没办法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叫肝气郁结的东西。第二，它是在医病互动的临床场景中被及时构成的。第三，它对每个病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它跟你身体当下的所有状况都绑在一起。第四，它更像是一个对主态的描述，而不是给一个东西的命名。比如说，西医可能会说你得了流感，这是一个标签，但中医可能会说你是风寒宿表、肺气失宣，这是一个状态的描述，它描述了你的身体当下呈现出怎样一个失衡的 configuration。最后，这个被分别出来的症候，就是中医治疗的直接依据。所以，整个中医临床实践的核心就是这4个字：辨证论治。这个流程非常清楚。第一步，辨证，就是医生透过望闻问切去读取你身体的各种讯号，然后构成一个专属于你此刻的症候模式。第二步，论治，就是根据这个独特的症候来决定治疗方案。注意哦，治疗的目标是去重新平衡这个模式，而不是去对抗一个叫做流感或胃炎的通用标签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被西医诊断为感冒，你跟你朋友去看中医拿到的药方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在中医看来，你们身体失衡的模式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。这可以说是终极的个人化医疗了，对吧？好，理解了疾病观的差异后，我们要再往更底层走。因为对疾病的看法不同，源自于对身体的看法从根本上就完全不同。这里我想用一个比喻，这就像是作业系统不一样，一个是 iOS， 一个是 Android， 它们底层的架构和逻辑是彻底分歧的。你不能用 iOS 的思维去理解 Android App 为什么这样运作，对吧？同样地，你也很难用现代解剖学的身体观去完全理解中医的理论。我们再来看一张对比图。左边，生物医学的身体基本上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它是由一颗一颗独立的解剖学上的器官组成的。这些器官可以被单独拿出来研究，甚至可以被移植替换。我们讲的心脏就是那颗会跳的、可以捧在手上的肌肉帮谱。但在右边，中医的身体观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它不是一堆零件的集合，而是一个由互相渗入、功能交错的脏象系统所构成的网络。中医讲的心，不是单指那颗器官，而是指一个包含了血液循环、精神意识，甚至跟舌头、面色都有关的心系统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对古代的中医来说，一颗从尸体上解剖出来、失去生命功能、静静躺在那里的心脏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一旦一个器官脱离了它原本在身体网络里的动态功能和互动关系，它最重要的资讯就已经丧失了。他们关心的是活着的功能，而不是死掉的结构。对他们来说，一个器官的意义完全体现在它与其他系统的动态互动之中。这是一个从过程而非物体出发的视角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比喻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互相渗透的系统是什么概念。你可以想象一个超大的操场，上面同时有好几场比赛在进行，足球、排球、篮球，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发生。这些比赛的场地是互相重叠、互相穿插的。对于一个外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乱七八糟，看不懂谁是哪一队的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球员来说，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队友是谁，自己的球是哪一颗，自己的目标在哪里。中医的脏象系统就像这样，不同的功能系统，比如心系统、肝系统，在物理空间上是遍布全身、互相交叠的，但它们各自维持着自己独特的功能网络和运作逻辑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就是中医里的心系统。这张表格就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它的复杂性。你看哦，在西医里，心脏主要就是个泵浦，对吧？但是在中医里，心的功能范畴大得多。第一，它主血脉，这跟循环有关，这点跟西医类似。但接下来就完全不同了。第二，它还藏神，也就是跟我们的精神、意识、睡眠品质有直接关系。所以中医会说，心神不宁会导致失眠。第三，它的健康状况会其华在面，也就是显现在你的脸色上，气色好不好看心。第四，它的开窍在舌，所以讲话清不清楚，舌头的状况也跟心有关。最后，它的功能展现在脉，也就是全身血管的健康。
你看，这哪里只是一颗帮谱，这是一个横跨循环、神经、外显表征的庞大功能网络。所以，一个中医师看到病人失眠、心悸，同时脸色苍白，就会判断这是心系统失衡的模式，而不是先去看心电图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感受那种互相渗透的感觉。刚刚说心主血脉，对吧？但中医里还有一个系统叫肝，肝的功能是藏血，负责储存血液和调节血量。一个主，一个藏，他们都在处理血这件事，但角色不同。这不是说心脏管一个隔间，肝脏管另一个隔间，不是的。它们的功能是交织在整个身体里的，就像同一个操场上，不同队伍既有分工，又有协作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才算掌握了中医身体观的核心概念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，所以阿修，你到底觉得哪个对，哪个错？西医比较科学，还是中医比较有智慧？其实这可能根本不是重点。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一个更具哲学性，但也更贴近现实的结论。今天的分析目的从来就不是要进行一场中西医的擂台赛，去分出谁胜谁负。真正的重点是，我们要意识到不同的知识体系可以创造出不同的，但可能同样有效的现实。这挑战了我们的一个根本假设，就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客观真理，只有一种正确的样貌，而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。但有没有可能，现实其实是多元的？不同的观察方式，不同的理论框架，会让我们看到，甚至可以说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。这里我想引用社会学家 Will I. Thomas 的一句名言：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，那么他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。这句话的力量非常强大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中医世界观里的症候和苍象系统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的？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。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这套系统能不能产生真实的结果？每天在世界各地的中医诊所里，这套理论确实在指导医生做出诊断，开出有效的方剂，解决病人的痛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因为它能在后果中产生真实的影响，所以它就是一种真实。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真实，一种在临床上被反复验证的真实。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。今天我们其实就是在谈两个平行的世界，两种看待现实的根本方式。第一个是物体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现实是由一个个独立的、预先存在的东西组成的，我们的任务是去发现它们。这基本上是现代生物医学的世界观。第二个是过程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现实是由动态的互相连接的过程和主态构成的。我们的任务是透过感知去构成对它的理解。这就是中医所呈现的世界观，一个是发现的世界，一个是构成的世界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。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畴了。如果我们试着不把这个世界看作一堆固定的物体的集合，而是把它看作一首由各种动态的、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交织成的交响乐，那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，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？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慢慢思考了。好，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我们谈到西医看的疾病是一个客观的东西，像个敌人一样可以被锁定；而中医看的症候是一个动态构成的模式，是身体失衡的状态描述。第二，我们发现这背后是因为他们对身体的看法就不同，一个是由独立零件组成的器官集合体，一个是由功能交错、互相渗透的系统网络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 take away，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提醒我们世界上可能存在着多元的、由不同知识体系所建构的，但同样有效的现实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